盆底肌的训练在我们下腹突出的女性当中，尤其是产后妈妈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训练。当我们接到类似客户的时候，盆底肌的训练一般也会放在首位。而在我们盆底肌训练当中，比较熟知的是凯格尔训练，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会员来说，你可能很难找到感觉。而在我们的一线教学中，我们常用的是坐在大球上的呼吸训练。这个训练其实非常好，因为坐在大球上可以增加你的盆底肌的触觉提示，也就是可以让你更好的能够感受到你的盆底肌的存在。在这个基础上去练习你的盆底肌，更容易建立你的盆底肌和大脑的链接，从而可以更好的去调动盆底肌的收缩和上提。然而它有一个弊病，就是当你在坐立的时候，你的盆底肌其实已经承受了你内脏的压力。那么如果你的盆底肌是处于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，坐姿和站姿可能并非是你的最优解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另一个选择，在侧躺位进行盆底肌的上提训练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。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屈髋屈膝，大小腿90度，让我们的小腿垂直于墙面，在我们腰的下方可以垫一个毛毯，以保证我们脊柱的中立位。此时可以让我们的腰部有一个微微远离毯子的感觉，然后让我们的双脚蹬实墙面，脚的3个点均匀地作用在墙面上，尤其是我们的大脚球和我们足跟的内侧发力多一些，双腿中间夹一个瑜伽小球，当然你用泡沫轴代替也是可以的。吸气，让我们的头顶和坐骨向远延伸，有一个拉长脊柱的感觉。呼气，保持我们下侧侧腰的启动，然后双脚用3成的力蹬实墙面，双腿用3成的力去夹紧小球，然后吐气，轻声发哈，感受到我们2个髂前上棘向中间的聚拢和我们盆底的上提，始终保持我们坐骨有一个微微打开的状态，不要过分的去卷骨盆，保持坐骨向墙面的一个延伸感。再次吸气到胸腔，呼气蹬墙夹球，吐气发哈，去感受你盆底的发力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，2到3组即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无论你是下腹突出的同学，还是产后妈妈，那么盆底肌的训练一定要放在你所有训练的首位。你可以按照上述的方式去尝试一下，相信对你相关状况的改善一定会大有帮助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